好，不过我们就先进入第二题。刚刚讲的是经济的全球地震嘛，哈，那这里面香龙刚刚总结得很好，两个端子，其实重点就是中美关系。那我们就来看中美关系。卢比欧这个是川普任命的这个国务卿，而且他通过参议院同意权的机会其实是蛮大的。他在今年9月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相关报告。那结论是呢，这里面至少已经有5个项目，那么是中国大陆已经是4个项目已经全世界第一，然后5个项目呢是非常有竞争力哦，所以他的结论就是美国不能够轻敌哈，这就是刚刚香龙说的已经养大了。可是最近中美关系反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换球，中美3人对3人的换球，而且在换球的同时呢，美国把对于中国大陆的那个旅游警示降级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纽约时报》特别访问了美国的前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哈斯大家知道吗？就哈斯其实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全心全意的一个希望能够促成彼此之间合作。他说，其实北京之所以同意这次的换球，是要表现给川普看的，告诉他说他们愿意交易。所以你可以跟我北京谈一个 Great Deal， 这个你怎么看？川普上台之前的拜登行为不能当作美国的正常行为，因为就中国来讲，未来要跟共和党打交道，但是也不必要跟民主党交恶，所以你看得到很重要的真相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这个见 APEC 见这个拜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礼数，非常客气。跟其他人在对拜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真的有做到中国人那种很敦厚的。我知道你快滚蛋了，可是我还是待之以礼，非常的尊重你。没错，没错。所以姿态、语言各方面都维持一个正常状态。这个目的在说，民主党我跟你仍然可以维持一定的关系。这边容许我稍微打个岔，我觉得这跟中国大陆的长期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他绝对不看4年。我要看的是长长久久，所以我绝对不会去把任何可能正在这个落井的这一个政治人物去踩他一脚，他不会落井下石，他一定会雪中送炭。然后让这个要下台的民主党没有感到任何羞辱感，虽然不一定有尊荣感太高，但是绝对没有羞辱感。这一点中国大陆在这里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再来我们就说，那非常成功，接下来就可以在你卸任之前互表示善意。就是互赠礼物，那互赠礼物换球这种事情不大不小，因为中国大陆也需要把那3个人捞回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为国家牺牲生命，你不可以把它抛弃在战场上面。这个以前在共产党从解放军时代就一直培养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精神，这样才有人愿意为你卖命。那所以美国刚好拜登也希望做点业绩。然后就双方面就做一个交换，以示善意。那在外加上说，中国大陆现在对全世界免签开放，那免签开放的时候，那美国你硬要把它摆成还是3级警示，这也有点的怪。所以拜登也表达一种善意，我们就把它放下来。那可是这即将落幕的善意，时间不会太久，很可能就是川普上来就要面对新的硬仗，尤其川普摆出来的就是一个标准的反中派、反华派。那你这种反中派、反华派会不会落实？不一定。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吃川普饭的。川普要你向右转，他就向右转；向左转，向左转。比如卢比欧一辈子就在反中，你不用怀疑他。可是他以前非常支持乌克兰支持美国援助乌克兰川普一改口，他马上改口了。所以你觉得卢比欧说改就改的可能性也很高？是没有错，因为他算是最坚定的耶。他剩下来的商务部长跟财政部长，我说真的没有那么坚定哎。他以前支持这个乌克兰也是很坚定向后转马上向后转，因为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有什么国际战略理论的人，他就是一个投机政客。那老板叫你做什么，你只要表现得好，
以后少不得跟捞个副总统干干，这是他的一个政治目标，所以他会守住他的政治目标，不要犯错，不要去冒犯到老板的龙颜哦。这卢比欧这种用这种佛罗里达那拉丁裔的出身的，因为他要往上爬啦。对你讲对了，他往上爬，所以绝对得不会。可是问题，川普会怎么来看待美国来跟美中关系呢？现在他旁边有马斯克，他旁边有贝森特啊。贝森特跟这个ludwig 哈，这2个人是标准的务实的生意人，对，他不会打高空的价值，没错，价值对他没有意义，跟川普完全一致。对，价值一点意义都，他要的是我美国可以拿到什么好处，所以中国大陆这边就要准备如何去打一场交易筹码战哦，这一点很重要哦。那可能就是哈斯想要的吧？对，他基本上是打这种算盘哦，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待川普未来掀盖，川普不可能如愿的，川普还会撞到很多墙，会撞到很多墙，连那个小小的墨西哥都要跟他叫板了嘛，但是叫板的结果如何呢？这墨西哥自己也要想一下哈，全世界现在非法移民的供应链在哪里？就是墨西哥。真的。墨西哥是企业化在经营非法移民，跟我们想象中那种难民偷偷摸摸跑到围墙旁边完全不一样。这是对墨西哥是很庞大的外汇收入啊。所以大家心知肚明哈，墨西哥总统也不能讲得太高调这个事情，川普就看准了你这一点，所以他来过来修理你嘛。对，跟加拿大是比较冤的。对，加拿大纯粹只是要报仇，就是报那个杜鲁道对他不敬。对，有个人情绪，但是我觉得川普这个在经济上有益。很多人都一直说美国的金融业起来，服务业起来，取代了制造业在衰落下去，其实完全不是这个 story。你看看美国经济史很清楚。它的制造业、汽车、钢铁是被日本取代了，可是我们忽略掉的事情，被加拿大取代，因为所有的大汽车厂，对，都从五大湖的这一边搬到那一边，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没有工会，这边有工会，差别就在这里。不是啦，工会比较稳定。不是啊，应该讲说没有工会运动的那种激烈的情形，好。所以你很容易做弹性处理，可是搬过去又不要有太大的税金，所以整个就业量全部集中在加拿大。那川普可能心里面很透，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把这工厂要回来？那要回来，客关税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杜鲁道为什么这么紧张？那双方面就坐下来谈嘛。主要还是有经济上的汉格，因为其实你仔细算一下，这个美国的秀属带里面就是会产生加拿大的贡献，不输给日本呢。这跟中国没有关系哦。美国只能讲中国，中国是排到后面的。为什么？先日本，再来韩国，我们台湾抽一脚。对啊，根本还轮不到中国，怪中国没什么意义啊。可是加拿大其实严格上来讲是排第一名，因为最早搬走的是搬到加拿大。所以加拿大本来汽车是第一了，对啊。然后后来拜登执政4年在搞绿能，对，所以石化业也跑到那边去。所以不止汽车，连加拿大现在石化业排名第1大出口到美国是原油，对，这是拜登造成的，对，没错。再次证明，越是美国的朋友，到了川普越倒霉。所以墨西哥也好，加拿大也好，未来日子我不认为他们这2个国家捞美国捞了不少。好，所以这两你怎么看？我们刚刚其实举这个哈斯啊，那哈斯他是这个美中这个关系协会、外交协会，他很长期的担任主席。对他来说，中美关系好，他觉得对美国企业就是好，所以他长期是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所以他形容这个换球啦，或者是降低旅游警示啦，都可以算得上是示范给川普的一场交易。当然，刚刚这个郑源说，没有那么简单啦。这个拜登的交易跟川普的交易绝对不能够那个来一起等量来看待。但北京是会愿意谈交易的。但中美之间的交易会是什么样的交易呢？你的判断？我觉得拜登会重视换球啦，因为民主党就讲究人权嘛。川普不在乎，而且 Richard Haas 本来就比较偏民主党。说实在啊，川普我觉得交易的不是这个啦，他交易的是经济的利益、地缘政治的利益，应该是这2种嘛。所以，比如说像那个古巴危机那种交易，就是属于川普式的啦。对，就我撤土耳其，你给我撤古巴，这种就是地缘政治的交易。这是甘乃迪时的那种交易。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未来他先碰到第一年应该是经济的交易了，因为经济就够他忙了，贸易战就够他忙了。还有那个 Rubio 不是要去统整那个中国制造2025嘛？我也不知道 Rubio 要怎么搞了啊，因为这个实际执行是商务部，对，论点也在执行。那商务部不一定会照他来做，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第一年恐怕都是贸易战的议题啦，比如说 Buy American，这个大概是核心议题。尤其是前大，事实上美国你如果排贸易顺差，第一名是中国啦。你如果不要用国别啊，第二名是欧盟那欧盟你也要 Buy American 啦 ，OK 啊。那接下来才是墨西哥、越南然后德国啦、日本、爱尔兰有的是把账做到那边去了因为他纯挂账，他挂在税，爱尔兰，因为他免税，是挂在北欧爱尔兰盟的账，那接下来就台湾跟加拿大，对对，所以我觉得川普一开始一定是理这个啦，因为这个会有立即的好处，那可以创造出一片荣景。比如说越南现在让步了，说愿意跟美国买天然气跟飞机，立刻让步，因为越南撑不住了。那1100亿就是它的 GDP 将近1/4。就是我就说你占 GDP 这么重，你怎么撑得了？墨西哥也很高哎，墨西哥 GDP 有1.8兆，对，大一点，对，可它1.也有6%，它1600亿，对，它超8%左右，对，8%左右啊。所以墨西哥，可是因为这个女总统刚当选啊，墨西哥这个女总统是犹太人，所以她是有一些管道的啦。你不要小看她啦，因为美国有很多犹太人，犹太资本，川普身边也有很多犹太人所以我觉得会有桥的空间那主要当然就是中国了中国因为真的对美国的农产品大量减少购买，这个是川普的痛，因为那些农民都是他的票所以我认为他会在这里敲打啦，就你怎么都不买我们的大豆跟玉米我觉得对中国这样，我都已经在巴西这样讲也没错啊，我都在巴西买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跟你买？不，这个是中国的难题。对，因为有很多国家都是农产品嘛，那而且那是好不容易茶厂成功之后去买的耶。对，现在是丰收期，改天如果气候变迁的就不太一样啦。而且巴西最近2年好像都盛丰收对都丰收所以价格都便宜。对可是这个真的是美国的痛这个美国的农产品那个整个出口的数字是这样急掉下来。对，所以农民抱怨很多啦，因为价格下跌。可是他们是先发作到拜登身上，那当然了，就拜登没处理嘛。没错。所以川普我认为会在这里用力了。Yahoo!